公主，你给我请的老师呢？秦昊，你越来越放肆了，见到本殿下竟敢不行礼！学生秦昊，见过先生。这混蛋什么意思？不拜我，拜我父皇？难道他看穿了父皇的身份？秦昊，读书人要懂礼，你为何不敬长公主，反而敬我？因为您是我老师，长公主是我朋友。先生可见过同辈朋友之间天天行礼的？我以为殿下知道我身份后，我们就算互相坦白了。我刚才来还想殿下一种开宗立派的新字体呢，那可是只交朋友的。好一个朋友之间无需行礼。秦昊，你所说的新字体，老师一观便知。公主，备笔墨。公主殿下，有酒吗？君不见金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天生我徒有俊才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好一个与尔同销万古愁！这天生我徒有俊才，狂得没边了，却有才华的让人无话可说。此字何名？行主，粗中有细。秦昊，以你的诗才与书法，有资格做我的弟子，拜我为师，为师保你科举必过。弟子见过老师。正式拜师，这家伙成了真正的天子门生了。字是好字，但天生吾徒有俊才，过于狂妄，易受文人抨击。秦昊，听长公主说你有实干之才，今日为师便用公主遇到的朝堂难题考考你。老师请出题。今年天灾，灾民所过之处寸草不留，山头吃秃，树木砍尽。朝廷想以工代役重建家园，却连一根建房的木材都找不到，全部需要从外地调拨，运费已是天文数字，国库空虚分文没有。秦昊，这死局你如何解？天灾已4日，灾民流窜，周围山头吃秃了，想要重建，连木材都没有。请问公主殿下，现在开始救灾了吗？正在筹备粮食，第一批粮食今天已经运送出去。好，真好啊！4天了，连第一批救济粮都没到，你告诉我，还想着省什么银子？4天会饿死多少人，你知道吗？我说过军备重要，可边关将士的家人都饿死了，你告诉我他们守护谁？开玩笑呢，连家人都没有了，还守护一个锤子。秦昊，据我所知，灾情传来当晚，粮食已筹备装车，寅时便运出京城。目前出发的是第2批，第1批粮食明天就能到。能从灾情来就通宵运粮，这大清的皇帝倒不是无能之辈。粮食什么时候出发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灾情亥时传到，寅时粮食便运走，6部通宵动员，一切在百姓睡梦中完成。运粮一事，长公主并不知情，她今日问的是两全之法。老师说的对，能混进6部高位的大臣，大概率不是无能之辈。秦昊，你也轻视过那些文臣，因为我比他们优秀，有轻视他们的资格。秦昊，你想到办法了？2种，第一种快，但有条件，快说。让灾民去其他城市，但前提是其他城市能否接纳，能否帮灾民扛到初春。不行，灾民若去其他城市，会连累其他城市一起毁掉。明白了，灾区短时间内会变成资源贫瘠之地，所以只能用第2个办法，南人北迁。这不可能，根本做不到。门阀世家的根就在南方。殿下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了。说服不了，别急。那你说服是说不服的，但用一些小技巧就够了。你说话能不能别大喘气？我今年上朝一肚子火，你还……公主，先听秦昊怎么说。南人北迁不能强迫，首先要让灾民自愿北迁。记住，这一点最重要。门阀世家很有实力，能搞定很多事，但面对民心，他们不敢逆流而上。至于如何让灾民自愿北迁，要以利诱之。殿下要先统计一件事。这和镇守边关有什么关系？关系想想，这些镇守边关的士兵，谁不是老母的儿子、妻子的丈夫、孩子的父亲？反过来也一样，家里没男人撑腰，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他们肯定也思念远在边关的亲人。到时候，殿下就告诉这些家里有士兵的百姓，只要愿意去北方扎根，就安排他们的士兵每月回家探亲。既能安抚待遇不高的士兵，又能安抚百姓思念亲人的心，还能让百姓自愿北迁。若有没受灾的百姓也想北迁，那他们留下的房屋建筑正好可以安置不愿离去的受灾百姓。这就是他嘴里的小技巧。秦昊，若是南人北迁的过程够快，连灾后重建都省了。愣着干什么？记笔记。我要跟你说的核心是利己。门阀世家也好，百姓也好，本质都是利己者。
说的在理，家里有当兵的和家里没土地的百姓最愿意去北方发展。第一步就这些了，等我晚上想想，朝臣还可能用什么说辞来反对你。老师，学生今日用脑过度，实在疲惫，有什么可以明天再学吗？好好休息，为师明日再来。好嘞。父皇，不用说，父皇都懂。青瑶，听旨。从臣你在。今日起，你唯一要做的是保护秦昊，不能出任何事。秦昊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明日上朝，我要惊艳所有人。岳父，长公主背后那名神秘幕僚至今查无此人，若任由他们折腾，恐生变数。查不到就逼他现身。风月楼那位风头正是沈才子，清高孤傲，正可为我世家所用。明白了，只要沈才子出手，长公主那幕僚必露马脚。沈兄，你腰间这玉佩，莫非是长公主府的那枚特赐玉佩？不过是一块防身的牌子罢了。来，喝酒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今夜只谈风月，不谈长朝政。哪个不长眼的敢撞老子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个开阳伯府的傻子废物！瞪什么瞪？你这个下等东西，真是跟你娘一样上不得台面。再说一句试试！小杂碎，你敢打我，老子今天弄死你，给我弟报仇！人多欺负人少，真当老子不存在？敢动我兄弟，打死这帮狗腿子！要不是弄死你需要抵命，老子今天就废了你！得，又是这两位爷，全部锁了，带走。马兄、赵兄，今晚是我连累了你们。说什么话？一4人，2兄弟，你的事儿就是我马英泽的事儿。远兄放心，我爹是宰相赵如风，等他回家发现我没回去，肯定会来大牢捞人。我靠，宰相之子！没事，我爹也能捞。不过我回去最多挨顿揍，反正我爷爷是郑国公，亲生的，打不死。别听他吹，他每次挨打最少3天下不了床。你看他腿现在都是抖的。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痛快啊痛快！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。都半个时辰了，我平时最快3刻钟就出去了，我家怎么还不来人？我爹也是，慢死了。秦公子，您可以走了，外面有车轿候着。那他们呢？这上面有令，这2位小爷得继续关着，面壁思过。我操，凭什么沈兄能走，我们走不了？那秦昊简直混账，进去逛青楼，还跟马英泽、赵光年那2个声名狼藉的纨绔当街斗殴，把开阳伯次子打得昏死过去，自己也进了大牢。打得好啊！这2个混账倒是把京师搅热闹了。传朕口谕，谁也不许捞，让他们在牢里多跪几天，好好长长记性。老奴明白，这口谕一出，2座府邸怕是都要睡不着了。这个孽畜又给老子惹事儿！去，带上我的令牌，把人提出来，老夫今晚抽不死他！传陛下口谕，暂留牢中，面壁回国。赵王年也在牢里。老赵家的儿子也进去了，哈哈哈，有垫背的了，那老夫就放心了。逆子竟敢当街斗殴，今晚我要好好鞭挞他。陛下口谕，令公子暂关大牢反省，郑国公的孙子也在里头陪着呢。马家那小子也在，好，这我就放心了。坏了，必有大事。都半个时辰了，我爹怎么还不来捞我？我爹也是，指不定在家找皮鞭呢。秦公子，长公主府的车轿在外面候着了，您请。什么？你凭什么能走？我俩可是国公之孙，宰相之子啊！可能是因为这个。长王公主的贴身玉佩，你早说你是长公主的人啊！走，赶紧走，被你撞到了。等秦开智醒了，哥俩在牢里替你再揍他一顿。2位兄弟，谢了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朕这里有一份长公主刚递上来的折子，特请爱卿参详。南人北迁，这可是被世家走了2次的死局，陛下这是要拿我当枪使啊！
怎么可能？一力有之，不仅能救灾，更是削弱世家根基的千古奇策。爱卿，此策如何？陛下，快！这策是谁写的？见长公主，臣现在就要见他。陛下，臣反对。南人北迁，乃是去往苦寒之地，不顺民心，强行驱离，恐引发民变。臣也反对。南人北迁，劳民伤财，国库本就空虚，根本无力支撑。臣等反对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诸位爱卿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。赵世忠，你的意见呢？臣赞同南人北迁。赵世忠，南人北迁于国于民都没好处，你这是在误国。你是韦家人吧？你可敢当着陛下的面再说一遍？这南人北迁是于国于民没好处。他是怎么敢在殿上直接挑明是非？赵世忠，百姓安土重迁，若非强逼，谁会愿意去那荒凉的北境？百姓若自愿呢？若是自愿，老夫无话可说。但那百姓凭什么自愿去？简直痴人说梦！就凭他们是已经无家可归的灾民，就凭他们是1年的头头受尽乡绅剥削、无地可种的穷苦百姓。陛下，凡愿意北迁的百姓，每月可与镇守边关的军中亲人见一面，此为皇恩浩荡。北迁百姓所开抗地，部分赠与百姓所有，多余土地由朝廷收回，交由国家接管，分配给北方边军的老弱病残将士。闲时，将士转为农兵，种植粮食及蓄粮草；战时，农兵可披甲上阵，斩杀敌人。此法不仅能解北方粮草之危，更能一劳永逸，助其大兴北方磐石之防。不错，众爱卿，可还有人反对？陛下，此法老臣举双手赞同。老臣这把老骨头，愿再披甲上阵，为我大清彻底铲除回忆。北迁屯兵，乃是万世之基，不破回匣终不悔。臣等誓死支持南人北迁。陛下，两位国公豪气冲天，但户部没银子，若百姓迁走，南方彻底废了，这损失朝廷承受得起吗？是啊，南方没了百姓，如何灾后重建？这简直是因义废。赵世忠，开阳伯所言，你如何看？开阳伯，你口口声声说灾后前建，如今南方百姓已经把方圆数百里的树皮都吃光了，你拿什么重建？这是南方最新形势图。南方供给灾民活下去的资源早已枯竭，一个只能装10人饭的碗，你非要让30人吃饱，这可能吗？只要从其他地方调拨建材重建，来年税收就能补上。我再问你，一棵树木长成要多久？少则数年，多则数十年。灾区树木砍光，至少10年内没有木材可用，你这叫杀鸡取卵。那我们可以从北方砍伐树木，运送到南方。不知诸位可愿意贡献出家里的余粮，救助百姓啊？派粮3年，赵世忠，你这是要抄我们的家！这才是朝廷的事，我们府上也没余粮。陛下，南人北迁耗费巨万，不可轻动。臣以为，不若从北方调运木材至南方，就地建棚施粥，缓过今年冬日灾疫。哼，开阳伯，我问你，遇到困难是一劳永逸好，还是年年赈灾好？北方的木材运到南方要走多少陆路水路，耗费的人力物力难道不是朝廷出？既然都要动人，为何不直接北迁？一棵树长成要多久？百姓的命又能等多久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陛下，南人北迁与赈灾粮饷事关国本，不可草率。臣建议从长计。国公爷，百姓都快吃树皮了，你们还要从长计议到什么时候？行了，赵世忠，退朝后拟定详细折子呈上来，今日便议到这里，退朝。陛下，今天您要是不带臣去见那位高人，臣就一头撞死在乾清宫的柱子上。放手！赵如风，你堂堂大清宰相，成何体统？不放，除非陛下带臣一起去长公主府。启奏陛下，太子殿下、首辅严大人、义国公、郑国公在门外求见。行了，这帮老狐狸消息倒是一个比一个灵通。
朕倒要看看那小子今天怎么应付你们这帮人。参见陛下。起来吧。陛下，今日朝堂之策惊世骇俗，臣斗胆想随陛下一同见见那位大才。陛下，能想出南人北迁之策的人，必是国士。老臣也想见上一面。陛下，那位若还有后策，老臣替北方将士求一个旁听的机会。父皇，儿臣也想去。今日一个个都不忙了。陛下，他们不是不忙，是怕去晚了见不到高人。行了，都去。但朕有言在先，到了长公主府，不论看见什么、听见什么，都不准问不该问的。朕怎么说，你们就怎么配合。臣遵旨。岳父，咱们不去看看？看什么？这陛下要动的是世家利益，我们代表世家，会让我们见到给赵如风出谋划策的人。但是赵如风来势汹汹，实则才刚开始，后面的才是真正的狂风暴雨。四大世家经营多年，田地、佃牧、商路、人脉都会被求难以估量。老师，你来了。老师，他叫陛下什么？父皇什么时候收了这么个学生？见过一国公。你给陛下行礼，又给老夫行礼，这是要老夫的命啊！浩儿，不必多礼。秦昊，你是真不知道他们是谁啊？老师，义国公我见过，这几位是？浩儿，这几位都是为师的朋友。这位是赵老。秦小友，秦小友，秦小友，秦小子又见面了。见过赵老、严老、郑老、马老。浩儿，这位是我儿子。李兄，既然你是我老师的儿子，那咱们就是兄弟，以后多联系。老师，南人北迁计划被认同了吗？你的计划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补充，陛下特地让他们过来与你商议后续细节。那必须的，我这个计划不说后无来者，至少未来10年8年不可能有人想得出来。对了，老师，你们是在上朝时候提出来的吗？是。那陛下有没有赏赐我？当着陛下的面找陛下要赏赐？此事已经请示陛下。陛下听闻你要参加科举，让你先安心备考，等你考上功名再论功行赏。也就是说，现在不给，配合肯定配合。不过老师，陛下不会是在给我画饼吧？他说陛下画饼。告诉为师，谁敢欺负我的弟子？老师，不是什么大事，我能处理。李兄，不知高徒是哪家的才子？是啊，李兄，此等才俊怎会此前籍籍无名？我的弟子是开阳伯的儿子秦昊。他是秦昊，那个秦昊竟是出了名的傻子。赵老、严老、郑老，小子以前名声略微不好，引起不少误会。不过以后不会了。这次诸位有什么想问的，小子必定知无不言。几位都是长辈，我一个小辈岂能失了礼数？再说了，就算赵老你们不是官绅也没事，我老师和长公主都不在乎这些虚礼。豪儿说的没错，你们是长辈，他是小辈，他的礼你们受着就是。秦昊，南人北迁一事，老夫有几个疑问。我也有。问：这出若要推行，钱粮与人手如何周转？这些不是零碎战略，是一整套连起来的账。这哪里是京师傻子，分明是治世妖才。完整计划大概就是这些，但真正实行起来，肯定还有各种现实问题，比如有银钱不够，比如世家阻力，这些都要一点点解决。当下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赈灾，还有一件事，现在就要做。什么？散播南人北迁的消息。只要北迁，所有费用和补偿都是朝廷出。浩儿，朝廷目前没有这么多钱，哪怕来年税收上来，也不可能供给如此多百姓北迁。老师，现在散播是为了让百姓知道有南人北迁这件事。那朝廷出钱这件事怎么办？画大饼，但不是骗百姓的大饼，而是诱惑世家的大饼。此话何解？
不如先解决眼前问题。什么眼前问题？北方边地驻防人员的待遇问题。你有办法？有，不过是个馊主意。馊主意也行，只要能让北方边地驻防人员过个好冬，老夫都听。那些世家为了转移话题，必然会配合商议将士待遇。然后呢？你出多少银子，世家也必须出多少银子。我全部家产不到1万两，若卖掉一些奇珍异宝，能有3万两。4大世家若与我出一样银两，那就能筹结10几万两。10几万两不少了，有这笔银子，北方将士今年能好过许多。秦昊，老夫替北方将士谢你。易国公，您老是不是看不起我？秦小子，什么意思？10几万两银子也配让我出馊主意？没有100万两，就要牺牲青瑶在朝堂上对南人北迁的话语权，那不是亏死？100万两，你真能弄到？这可不是小数目。钱我来想办法。对了，卖酒违法吗？目前粮食管制，除酒楼可以少量酿酒外，其他人酿酒卖酒违法。那就卖酒。老师，你确定陛下让我配合南人北迁计划了吧？南人北迁涉及世家，面对世家这种难啃的骨头，我做事可能会有些瑕疵，但我的心是为了百姓，为了大清皇朝好。陛下不能事后算账吧？秦昊，我父皇说了，你做的事情只要为国为民，他不会怪你。长公主亲自动手，赵老、严老、郑老却做得安稳。秦昊，你写的稀宗空，我让人装裱好了。青瑶，谢谢你，我手无长物，只有这幅字，还能拿得出手送给老师。李兄，什么稀宗空？也没什么，我弟子送我的一首诗。秦昊，你还会写诗？略懂。君不见，金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不复回。君不见，高堂明镜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好诗，好诗啊！最近京师出了个沈才子，已经让大京诗坛震动。如今秦昊，你也有如此诗才，真是天救我大京！老夫真想有一日看你与那位沈才子来一场诗词对决。其实秦昊就是那个沈公子，秦昊母亲姓沈，所以他化名沈昊，也就是附庸风雅沈才子。我还有事，先出去一趟。浩儿，你是不是看出他们几个大官了？老师都看出来了。从长公主亲自去拿盒子，他们几人还安然坐着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们身份不简单了吧？差不多。你虽满脑子计谋，却不善于隐藏自己，也不善于权斗，一些馊主意和阴谋，尽可能不要直接说出来。有这么明显吗？很明显。那位皇帝陛下，你满脑子阴谋诡计，难道不担心他刻意防备你，不让你当官？老师，我没想那么多，只要是为国为民的事，我都愿意做。如果为民做事，还要先考虑陛下会不会怀疑，那干脆不做好。宣德帝目光微动，他们不想说，我也不想问，我自然会全力配合。我只希望事后当今陛下不要怪罪我，不要对我有太多猜忌，我就满足了。来，先看这篇策论。是，老师。夫人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大少爷被秦昊带人打了。你说什么？大少爷被秦昊带人暴揍，而且1晚上没回府。人呢？听说被抓进牢里了。秦昊，你真是越来越让我意外。郑国公府，爷爷，你居然1晚上才来捞我！就算你要打我，我也认了。可你别让我在牢里住1晚上啊，差点没冻死我！爷爷，不至于吧？说，你昨天又因为什么打架？这件事连陛下都特地关注，还罚着逆孙多关1晚上，可见事情不小。你敢跑，就别再回这个家。爷爷，这次真不是我主动打人，我和我沈兄就是京师盛传的沈才子。爷爷，你总说我不学无术，我遇到沈才子，听闻他乡间有大才，就和他相互攀和挽，惺惺相惜。反正就是为了学好，才结拜成兄弟。沈才子？对啊，秦开智那个狗东西，仗着自己外公是杨国公，就打我沈才子，我能忍？爷爷，你说是不是？要是你兄弟被打，你能忍？沈海子沈浩，那不就是秦昊的化名吗？自己这个不成器的孙子，竟然和秦昊结拜了，还为了秦昊打了秦开智。就算是解释去了，我哪有去风月楼学习的？
爷爷，我错了，你轻点打。好，爷爷，打得好，孙儿啊，打得好啊！你打秦开智打得好。爷爷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别吓我！管家，快，我爷爷疯了，快找大夫！兔崽子，你爹疯了，你爷爷都不会疯，怎么不打你，你还难受是不是？你真没疯！秦昊啊，秦昊，想不到我这混账孙儿竟然误打误撞和你成了兄弟，这缘分妙啊！又出去鬼混，风月楼那种地方，去的都是流氓文人。我赵如风是孤臣，执剑之臣，这些年得罪的人太多了。若有一日我倒了，最先被报复的就是家人，唯独这个小儿子什么都不懂。你说，你去风月楼到底学到了什么？爹，风月楼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。你还敢顶嘴？你看沈才子不也去风月楼吗？人家去，人家有才华，人家去，难道跟你一样是去打架？对啊，沈才子也打架。这次就是我、马英章还有沈才子、沈浩一起打架。沈浩，而且是沈浩先动的手，他先打的秦开智。你说沈浩？秦昊是秦开智的哥哥，可秦昊却亲手打秦开智，这说明秦昊和秦家之间绝对有问题。好，好啊，爹，田儿打得好，以后秦昊受有戚父记得帮忙。这是我爹能说出来的话。智儿，你怎么样了？娘，我要报仇，我要让秦昊付出代价。跟娘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秦昊先打我，还有2个人又打了我一顿，他们还说以后见我一次就教训我一次。这一定是秦昊授意的。那2人是谁？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鼻青脸肿，认不出来，肯定是秦昊让长公主帮忙救走的。娘，那2个人，我也要他们一起付出代价。秦昊为什么会在风月楼？应该是去当龟公了。龟公？风月楼入门都要5两银子，他哪来的钱？这个说法未必靠谱，但秦昊打人是事实。只要事情闹大，长公主府蒙羞，秦昊就会失去庇护。秦昊啊，秦昊，你终于有把柄落在我手里了。来人，夫人，把消息放出去。这件事不能私下解决，必须趁现在闹大。终于写完了，刚好还有时间去看看小玉。小玉这些天一直不能下床，还好吴老哥托人照顾，改日得好好谢他。秦公子，殿下让你过去。出什么事了？杨素心带着秦开智堵到公主府门口了。走。怎么了这是？杨素心带他儿子找过来了，说你恶意伤人，还说我包庇你。哼，事情闹得很大，外面已经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。这一次，皇家声誉恐怕又要受损。哼，闹得好。皇家名誉受损，你还说好？放心，交给我处理。不会让皇家丢面子，你帮了我那么多，又帮我找老师学习文章，这次我若让你和皇家丢面子，那就是我的无能。交给你了，若是让我皇家丢脸，我可不保证不揍你。走吧。听说了吗？开阳伯府那个傻子秦昊住进长公主府了，不光住进来了，还仗着长公主的事打了亲弟弟。秦昊居然可以和长公主并肩而行。伯爵夫人，谁给你的胆子，这么大阵仗围我公主府？见过长公主殿下。长公主，今日此举属实无可奈何，还请长公主明鉴，为我儿做主。做主？昨日夜晚，风月楼，秦昊伙同2人将他的弟弟差点打死。若非官灾来得快，
恐怕就要闹出人命了。听闻打人的秦昊昨晚被长公主接走，反倒我儿被打，却在大牢住了一夜。我只希望长公主不要包庇秦昊，能给我儿一个公平。请公主为我做主。看来传言是真的，秦开智伤成这样，秦昊倒是一点事儿没有，这打人也太狠了。你有什么说的？梁素心，你只说让长公主给你做主，你倒是说你要控诉我什么？不然我怎么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只是打架这种小事，没必要惊动长公主吧？他竟敢直呼伯爵夫人名讳，再怎么说那也是他二娘。浩儿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你母亲的死真的和二娘没关系。这件事情很多人都知道，是你娘和下人行苟且之事被发现，才羞愤自尽。什么？还请长公主收回您给秦昊的贴身玉佩。这玉佩可不是小事啊！我知道，身为浩儿二娘，这么说不好，但浩儿屡次行凶，都是仗着您的庇护。再这么下去，恐怕会给皇家惹下事端，再让皇家蒙羞。目的来了，杨素心，你就是想让我失去李清瑶的庇护，好对我下手。这样的畜生，真该死！就是，开阳伯也真倒霉，有这样的儿子。长公主，您可不能被秦昊蒙蔽了。让开！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伯爷，公主殿下，内人无桩，我这就带她回去。六人，开阳伯，不着急。你的夫人话里明里暗里都在说秦昊多么卑劣，而我包庇秦昊，岂不是在说我有眼无珠？这是对我的侮辱，也是对皇家的侮辱。公主殿下，臣绝无此意。况且你夫人说完了，总要听你大儿子秦昊怎么说，否则我岂不真成了你夫人口中包庇卑劣小人的恶毒公主？到时候我公主府和皇家的名誉受损，你担得起吗？麻烦了，这是真惹到长公主了。伯爷，你不能再惯着浩儿了。你看看，浩儿上次打了德武，现在又把开智打成这个样子。今日丢人就丢人了，我身为一个母亲，必须保护好我的儿子，可不能轮到开智被打就不了了之啊！逆子，你还不来给你二娘和你弟弟道歉？你不仅打你弟弟，还蒙蔽长公主，让公主蒙羞，秦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秦家还有脸吗？你开阳伯，先别急着生气，在场这么多人，只听你夫人一人之言可不行，否则对我有知遇之恩的长公主，岂不真被你夫人害成了有眼无珠的恶毒公主？好，你个逆子！我今日倒要听听你能说出什么话来。杨素心这一招看似天衣无缝，实则漏洞很大。他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秦昊飞。这位兄弟，事情跟你没关系，你先别气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：如果我骂你娘，侮辱你娘，你会打我吗？若是你敢骂我娘，我恨不得打死你。如果我是你二娘生的弟弟，我还骂你娘，你会不会打我？若你都是我弟弟了，还敢骂我娘，我打得更狠。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？秦叔，秦开智，你有没有告诉你娘，我为什么打你？想必你娘着急来找我麻烦，也没查清楚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吧？我去的是风月楼，那里是青楼。我不在青楼打茶围、寻欢作乐，为什么要打你？不如你亲口告诉你娘我打你的理由。还能为什么？你心里扭曲，记恨我娘和我，专门找了两个人一起打我。而且你明明是去风月楼当龟公，还好意思说寻欢作乐？只要他们过来，就能证明是你指挥他们打的我。好，我的同伙你早晚见得到。杨素心，外面都传你对我很好，关心我倒无微不至，这说明你很关注
那你怎么不知道我很有才华？怎么不知道？我去风月楼是去打茶围，而不是去当龟公。浩儿，二娘怎么会不了解你？这么多年，你不学无术，书都没翻过，哪里有才华去打茶围？你就别撒谎了。就算你不是当龟公，只是去寻欢作乐，也不该打你弟弟。以后有什么气，你可以找二娘。二娘求你放过你弟弟，好不好？你也别再仗着长公主庇护为非作歹，那会让皇家名誉受损，你承担不起，秦家也承担不起。杨素心，你大胆！我明明是去风月楼与好友喝酒，你却说我去当龟公。我明明是因为秦开智侮辱我娘才含怒出手，却说我无故残害兄弟。我明明才华横溢，你口口声声说关心我，却不知道我满腹文章。如今你将我说成卑劣、凶残、不学无术之辈，还说长公主包庇这样的我。我问你，你这般设计侮辱长公主，是何居心？还是说你并非设计侮辱长公主，而是为了陷害我，宁愿牺牲公主府名誉，也要污蔑于我？杨素心，你用心何其歹毒！逆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开阳伯，你闭嘴好听着。开阳伯，不妨听秦昊辩解完，也省得外人说我公主府的人诬陷你夫人。浩儿，你不能这么污蔑我，我怎么可能为了陷害你，让皇家名誉受损？是吗，杨素心？既然你这么关心我、照顾我、关注无数，因此才说我卑劣、不学无术，你可知道我是谁？你不就是秦昊？我除了是秦昊，在风月楼还被称为附庸文雅沈公子。现在你倒是说说看，你平时是怎么对我好，怎么了解我的，才能让你了解到的我是个不学无术之辈？我们能证明。马兄、赵兄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沈兄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秦兄。没想到你居然是秦昊，当初你的大名可真是如雷贯耳啊！娘，就是他们和秦昊是一伙的。秦昊，行凶之人岂能当证人？怎么？我打就打了，不服气是不是？你儿子让下人打我，还说要跟我比家世，他不就是家里有个国公还是外公吗？我爷爷还是郑国公呢，我说了吗？秦开智的下人竟然打了郑国公的孙子，你说我不能当证人，我兄弟就是沈公子，我还能说谎？我爷爷的脸还要不要了？别的先不说，你儿子的下人把我打成这个样子，我都没找事儿，你还敢来污蔑我秦兄？谁给你的勇气？等着吧，今晚我就让我爷爷去找杨国公坐坐。打就打了，打个架还告家长，丢不丢人？开阳伯，我是小辈，别说我不敬长辈。你儿子的下人把我打成这样，你是不是要说点什么？对了，我叫赵光年。赵光年，宰相赵如风家的小儿子，郑国公的孙子，宰相赵如风的儿子，竟然全被秦开智的下人打了。公主殿下，我儿子打人，我会惩治。但秦昊挑唆国公子嗣打人，这次打的是我家智儿，不要再包庇秦昊，否则必定惹出祸端。都闭嘴！开阳伯，这些人听不懂话，你二夫人是不是也听不懂？秦兄说的是你二老婆污蔑他不学无术，性格卑劣，无故伤人，而公主府包庇这样一个人，才会让皇家名声受损。可现在我秦兄根本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儿子辱骂秦兄死去的母亲，别说打一顿，若我敢这么干，我爹能打断我的腿。我也很好奇，经书传闻你二夫人对我秦兄那么好，怎么会当爹的不知道我秦兄诗才惊人？还有爹都说多让我和才子玩，能学好。你们一家倒是把秦兄这种大才往外推，真厉害。开阳伯，你和你夫人还有什么话说？本殿下惜才，保护才子，可有错？本殿下明知秦昊母亲受辱，才含恨打人，连夜将其带出牢房，可有错？倒是你夫人敢围困我公主府，好大的胆子！现在，本殿下问你，本殿下是不是包庇卑劣小人的公主？有没有让皇家受辱？你自己说。那就是说，秦昊真的是沈公子，这怎么可能？看来杨素心说的未必是真。如果秦昊是沈公子，那他确实有才。秦家连自家大公子是才子都不知道，这里面怕是不简单。秦昊，你们一定是串通好的，我不信你是沈公子。住口！这个蠢货现在继续挑衅，只会激怒长公主。秦开智，那我就让你死心。公主殿下，承蒙殿下慧眼识珠，既往不咎，收留秦昊。诗赠青瑶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传世佳作，开堂成诗，出口便是绝句。
这还是不学无术。我操，秦兄这么猛，这么直白的夸长公主。眼前这个人还是记忆中那个痴傻大儿子吗？他这是要干什么？这首诗夸得也太直白了，难道在他心里我真有这么美？开阳伯，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污蔑你夫人吗？可你二夫人为了污蔑我，竟全然不顾长公主名声，不顾皇家脸面，她该当何罪？开阳伯听旨。开阳伯管教妻子无方。开阳伯管教妻儿无方，罚俸1年，暂留户部尚书之位半年。秦开智赏30军帐，杨素心掌嘴100，即刻执行。另秦昊失才过人，特封秦昊为长公主府第2幕府，可参加今年科举。钦此。这比杀了我还难受。秦昊，都怨你！陛下都下旨了，那杨素心肯定是在诬陷秦昊。她可是秦昊二娘，怎么这么狠？还能为什么？爵位呗。秦昊明明这般有才，还被长公主看中，开阳伯居然放任二夫人欺负他。这些话像刀一样扎在开阳伯心口。杨素心，快抽吧，陛下让你即刻执行，不然可就是抗旨不遵。浩儿，叫我也没用，这是陛下下旨。快快，让我看看你怎么抽自己。爹，救我！你满意了？与其问我，不如想想你夫人真让皇家丢失颜面，会是什么后果？那时候我面临的惩罚只会更重，甚至可能会死。为了污蔑我，不惜赌上皇家名誉，他怎么敢的？现在陛下没杀他，已经是开恩了，不是吗？二娘不是关心你，她是走歪路。不过我还真该感谢你闹这一出，以后我若出什么意外，所有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你。秦兄，今晚复用风雅吗？复用风雅要干什么？秦昊今晚要挑灯苦读，没听到他要参加科举。还有你俩，真以为被称为京师2大玩路很光荣？信不信我再把你们扔进大牢？走走走，改日再说。秦兄，阳光明媚吗？赵兄，多云转晴呢。懂了。公主又不是秦兄老婆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？对了，阳光明媚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想我们在长公主府门口直说去青楼。附庸风雅，阳光明媚，念着还挺顺口。明天风月楼见。小媛，看看朕写的如何？真是好诗。秦昊这孩子夸人也不能这么直白的夸，不过我女儿也配得上这首诗。朕问的是字，而且这孩子不错，知道维护皇家脸面。哎，若是早知道他有这样的才华，皇家何故退婚？明星那孩子也能有个好归宿。小媛，朕说的是字。陛下，你先别打断我，不在这。说说你，秦昊已经离开秦家了，我也说了，爵位不可能给秦昊，你为什么还要针对他？现在倒好，不是秦昊毁我仕途，反而是你差点毁掉我的仕途。你知不知道侮辱皇家是多大的罪？别来这一套！你看看你教的儿子，主动挑衅，还打了宰相儿子和郑国公孙子。伯爷，人家知道错了，可你也看看，开智被打成那个样子，我这个当娘的怎么可能不心疼？秦昊还有长公主护着，我一时没忍住，才犯了糊涂。你真不知道秦昊有这么好的诗才。昊儿本就不喜欢我，他若刻意隐藏，我怎会知道？况且他连伯爷你都没说，又可能告诉我？这个逆子！伯爷别生气了，德武最近好了许多，还说想你了。那孩子胆子小，又被昊儿打过，现在最需要伯爷关心。少爷，我错了，别再打了！伯爷，你稍等，我先去看看德武怎么了。起开！逆子，你在做什么？爹娘，快帮我抓住他！我快教训够他了！德武，快住手！娘，干嘛住手？我还没教训够他呢！混账东西！爹，你干嘛打我？
我打你。你说我为什么打你？伯爷，他是你儿子，别打了！我就是知道他是我儿子才打他。他才多大，就如此狠毒的对待下人？这就是你嘴里说的胆子小？我看他的胆子比天都大。娘，给我鞭子！我要继续收拾这个下人。现在秦昊不在了，我不能放狗吓他，那我就必须拿这个奴婢出气。秦德武，你说什么？你还放狗吓过秦昊？对啊，那个杂碎，我放狗追他，看他狼狈害怕，我好高兴。德武，你快别说了！伯爷，你听我解释。跪下！秦德武心理变态，虐待成性，是秦德武放狗咬我，原来是真的。说，秦德武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放狗咬秦昊又是怎么回事？伯爷，疼。伯爷，我细细跟你讲，关于德武变成这样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。有段时间你我都忙，没时间管德武。他喜欢养狗，我想着家里没人陪他，便买了一条狗给他。谁想到德武带着狗去给秦昊看，秦昊不仅不领情，还将那条狗淹死了。从那以后，德武性子就变了。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，我害怕，不敢和你说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这个当娘的没教好。只是这样，真没有别的了。伯爷放心，我会好好教导德武，让他恢复正常。还有，秦昊的才华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也许他是真想离开秦家，才故意隐藏才华。既然他想走，以后就由他去吧。但他娘的遗身不能给他。我不知道这孩子为什么这么恨秦家，甚至为此伤害智儿和德武。若我手里没有依仗，真的会担心儿子的安全。而且他有长公主庇护，若出去乱说，他自己肯定没事，可对伯爷你的仕途一定有影响。就像今日他对秦家出手，没有半点留情，我不得不留一手，既是保护智儿和德武，也是保护伯爷的官位。好，秦德我必须改正，否则将来必定惹出他麻烦。子谦，昨日怎么回事？岳父，只是一些家事。秦昊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是那个附庸文雅沈公子？我也不知道，连经常照顾他的素心都不清楚。那有没有可能，秦昊就是给长公主出谋划策的人？不可能。为何？秦昊虽然有些识才，但完全不懂朝堂斗争。他的屋子里最多是些启蒙书，也没有关于天下大局的书籍。而且陛下封他为长公主府第2幕府，想必那个第1幕府才是真正给长公主出谋划策之人。原来如此。陛下，臣以为开阳伯有公报私仇之嫌。老臣戎马一生，没想到孙儿在京师被人打成这样。确实，对我们有利。他们不可能一直拿这件事说事。今日也不是没有收获。岳父是指赌约？没错。我们激怒了长公主，让她不理智地立下赌约，未来她会失去南人北迁的话语权。确实对我们有利。长公主此刻回去，想必就要变卖家产和宝物。她自己说了，不要任何人帮忙出银两。以我所知，她就算把公主府卖了，也就3万两。到时候我们4家各出3万两，加起来不过15万两。用15万两让长公主失去南人北迁的话语权，很值。你能看透这一点，说明你成长了。只是没想到中立的严世蕃
也提议南人北迁。他可比长公主还麻烦。岳父的意思是，我们需要援兵了。薛家、韦家、张家看热闹的时间够长了，不能只让我们杨家顶着。4大世家也该全部下场了。李清瑶，这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一个大姑娘闯我房间，这合适吗？你还知道不合适？你看看谁像你一样睡到大中午？你可是要参加科举的人，不勤奋读书怎么行？我父皇为了你，特地下旨昭告京师，让你参加今年科举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秦昊，我是公主，你能不能对我尊敬点？李清瑶，我们是朋友，你能不能给我点自主权？老师，这是我昨晚熬夜写的科考文章，您看看。你昨晚熬夜写文章了？你以为我说参加科考就是嘴上说说？别你的了，我知道你今日上朝有期，但别拿我撒谎，那些都是计划好的。我还要给你赚钱，到时候给你扬眉吐气的机会。咱们生气，下次怼外人，别对自己人。自己人？这小子莫不是把青瑶当自己人了？怎么越看越像一头要拱朕家白菜的猪？秦昊，我不是故意拿你撒气，就是气不过，所以你到底能赚多少银子？给我个准数！而且我极限只能争取15天，只有15天，你真能赚那么多银两？15天足够，最少赚20万两，更多的尚不封顶。你的条件我能完成，那现在咱们来说说分赃比例吧。什么分赃？契约都写好了，你自己看。你让我出5000两银子，然后赚的钱还对半分，也就是说卖出20万两，我最多拿10万两。你都不出钱，反而拿一半。5000两15天至少赚10万两，我还想问你哪有这么好的事？要是真有这种好事，我第一个出钱，而且还要带其他人帮忙，自然要分出去一些好处。可若20万不够怎么办？不够我借你，以后赚钱你再还我。咱们又不是只做一场买卖，这是长久利润。对了，其中还有1成我打算给老师。还有我的事儿，秦昊，你可知道为师也算当官，你给我好处，可涉嫌贿赂朝廷官员。你说我老师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，我送老师东西怎么了？那是孝顺，天经地义。况且我又没让老师帮我徇私舞弊，清者自清，管他们呢。这小子内心倒是坦荡。真有人找事也别担心，我去和他理论。若对方不听，我也懂一些拳脚。某些情况下，拳脚比道理更好用。不准打架！老师，我就这么一说，其实我这人最怕见血，胆子小得很。你胆子小，生死看淡，不服就干，说的是谁？最终，在秦昊据理力争下，他只拿到1000两投资。堂堂长公主，怎么就这么穷呢？秦昊，我还有事。他怕自己再待下去会被秦昊气死。李清瑶离开后，宣德帝开始认真看秦昊写的文章，越看眼中惊讶越浓。这才2日，便基本掌握科考文章格式。秦昊果然有天分。1个时辰后，宣德帝准时离开。老师是真厉害，就是到现在，我好像还不知道老师叫什么。这个时代的酒水，我在风月楼大概了解过。风月楼最好的酒，1壶10两银子，可那酒水还有沉淀，不够透亮。说好听点是浊酒，说难听点就是过滤都没过滤好，度数也低，最烈不过20度左右。我要做的是几款不同度数的好酒，高端产品售卖，最低100两1壶，再配合炒作和名人效应。就让未来世界的美酒好好冲击一下这些古人的味蕾。可惜提取味精太麻烦，不然古银酸钠的冲击才是真正的味觉降维打击。沈公子来了，那位一手赠青瑶惊动京师的沈公子。秦兄，秦兄，你可算来了。马兄、赵兄，先不附庸风雅，我们先去了一件大事。大事？什么大事？打谁？要不要毒手掏麻袋？你们2个在打架这件事上怎么如此默契？不是打架，那还算什么大事儿？路上边走边说。沈公子，他怎么走了？
老秦，咱们到底干什么？带你们赚钱啊！别啊，是真带你们赚大钱，足够你们拿银子砸穿风月楼的大钱。老秦，你说真的？秦兄，你不会又在说什么天方夜谭吧？等会儿我会写一份契约，亲兄弟明算账，你俩也要出钱。出多少？李清瑶，也就是长公主，出1000两，占5成副额。你俩1人1成，每人出200两。长公主都出钱了，那我出。秦兄，若我出更多，能不能占更多分益？老赵，你倒是聪明，可这事儿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就算我答应，公主也不会答应。那怎么分？公主5成，我2成，我老师1成，你和老马各1成，这是赚大钱的买卖。若有机会见到陛下，我还准备再送陛下1成。陛下也有份儿？当然，跟着领导走，吃喝不周头。秦兄，精辟！想做大发展，就得跟最大靠山走。大京最大的靠山是谁？陛下。那不就得了？别问，按图做，后面有话买。是钱，这酒糟不是喂牲口的吗？你确定这东西能赚钱？后面有大用。秦公子，这些东西我先净赚了1100两。是，没什么，今晚我请客。去风月楼？去。不过今晚去风月楼不只是玩，我还有正事。沈郎，你可算来了，奴家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。花魁是热情了，可我今晚不是来风花雪月的，正事要紧，半点耽误不得。梅儿、雪儿，你们各自把我写的故事背熟，后面需要你们帮忙，放心，不白帮，我给银子。谈钱俗了，就是沈郎拿银子打发我们，也太见外了。给钱还俗？谁要是天天给我钱，我宁愿当全天下最俗的俗人。沈郎既然有事相托，奴家自然愿意帮。不过事成之后，奴家想要一首诗词，我也要诗。这感情好，我什么不多，就是诗多。好，只要这事儿成了，1人1首，一言为定。接下来就看这场戏能不能唱到他们心坎里了。秦昊。怎么了？你到底什么时候开始赚钱？我不是正在赚钱吗？你每天都去风月楼消费，这叫赚钱？别以为我不知道。你派人盯我？我是怕你把我的1000钱才花在风月楼。还有，阳光明媚是什么意思？阳光明媚不就是天气好吗？你放屁！秦兄，阳光明媚呢。不准回答多云转晴。赵兄，萝卜开会呢。哦，懂了。萝卜开会又是什么意思？你猜？我去风月楼真是为了赚钱，万事俱备，只差出酒。老秦，这些场馆子是干什么的？酒脏不是喂牲口的吗？这也能出酒？看着就行，火别太大，水要不断，桥捆滴出来的东西用坛子接住。你说那边真会出酒？会。那你去吧，我们看着。老赵，快来，出酒了！怎么了？怎么酒水真的从一边跑到另一边了？好香！这真是酒！老秦，你快看看行不行？我就没见过这么通透的酒，如果不是有酒香，我都怀疑这是水。老秦，能不能喝？我想来一口。不愧是自然发酵的粮食酒，蒸馏浓缩后竟然这么香，大概45到50度，一次蒸馏，品质已经不错，尝尝。这酒像火一样，可香的要命。老师，送您一些酒。何事？这是刚出产的，品质略差，您先喝着，下次您来，我给您弄更好的。有心了，老师收下。那老师，我继续忙了。父皇，你回去先让人试喝。秦昊2、3天弄出来的酒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而且他还买了酒脏，那是喂牲口的。无妨。也不知道秦昊给父皇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父皇对他也太信任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秦昊是父皇亲儿子。
能卖20万两的酒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海公公，取酒杯来。是。好香，陛下，这酒……倒酒。如此清凉的酒水，朕还是第一次见。陛下，您不能随便喝来历不明的酒啊！好酒，这哪里是酒，这是仙酿。陛下身体不适，今日免朝。开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让小人算计了。你父亲是伯爵，外公是公爵，谁敢把你伤成这样？长兄，你可要帮我。放心，既然我来了，就替你出这口气。小小秦昊，真以为有点诗才就能对你出手，何其大胆！是秦昊，他仗着几分本事对我下手，我不过是吃了他的亏，便被害成这样。好一个秦昊，竟敢如此害我兄弟！我现在能下地行走了，只要抓到机会，我一定让他付出代价。两人凑近，开始商议如何报复秦昊。白昼之下，暗念一起。老秦，今晚是不是要卖酒了？是。卖多少？今晚让京师知道什么叫白皙。三人带着美酒直奔风月楼。经过秦昊3天筹划，售前准备全部妥当。诸位可知，此酒名为白皙。相传此酒酿造之法，乃一位酒仙人穷尽一生所创。10岁酿酒，整整70年，只为酿出这一口玉露娟浆，酒水如白皙般晶莹透彻，世俗罕见。酒仙人70年酿酒，但这还不够。君不见，金河之水天上来，奔流到海，高堂明镜，悲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西尊空的豪气与白皙的故事，彻底点燃了追捧。好诗配好酒，此酒若不喝，枉为风雅。白皙300两一壶，现售20壶要5，给我留2壶。短短1晚，20壶白皙全部售空，6000两进账。兄弟们，赚20万两的机会，这不就来了？沈郎，老板有请。秦昊立刻知道，这一局稳了。赵光年和马迎泽还没反应过来。老秦，老板找你做什么？谈生意。这就是你说的20万两机会？不用懂，跟我走。今日教你们怎么谈生意，以后咱们兄弟还要合作。沈郎，老板可能觉得你抢了风月楼生意，也许会找你麻烦。而且风月楼背后的老板很有实力，听说不比你们背后之人差。放心，我不会有事。我相信沈郎。几人朝风月楼顶层走去。与此同时，杨国公府，张志和入京后第一件事便是光明正大拜访杨国公。张志和，事情你们张家都知道了，没想到你们张家竟让你来了。南人北迁不只是迁民，一旦北方发展起来，若出现新的世家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和我担忧的一样。现在局势很清楚，要么南人北迁，要么我们做得更好，至少比南人北迁更好才有说服力。救灾一事必须做好，若国库银两不够，我张家可出部分银两和救灾粮。不得不说，咱们这位皇帝陛下这一招很厉害。南人北接若赤诚，利国利民，我们未来几年也要协助救灾救民，依旧是变相削弱世家。提出此策之人堪称妖孽，倒是有一处可以利用。只要说起南人北迁，我们的人就把划到北方将士待遇。长公主已经激怒，立下赌约，至少能拖到其他世家负责人赶来。除了我们的人，又有多少人买得起皇家宝物？又有多少人敢买？白姐姐，沈公子来了。女人？进来。一个女人敢单独让3个男人进房间，要么武艺强项，要么暗中有人保护。沈公子，请坐。或者说秦昊公子，不过我还是更喜欢称你为沈公子。无所谓，一个称呼罢了。不知美女姐姐怎么称呼？美女姐姐。不喜欢。白晨曦。晨曦姐姐，不知你找我们来想做什么？可别说什么喜欢我的诗才，这我可不信。不然你早就见我了。
如果是做生意，那就坦诚一些。想必晨曦姐姐也明白，夸奖的话可以留到以后，不如说说晨曦姐姐能给名酒白皙开出什么价格？5万两，我要你酒的配方。5万两！既然晨曦姐姐没有诚意谈下去，那弟弟就走了。你想要多少？别忘了，你20片分的酒并不多，5万两不少吧？晨曦姐姐天真了，如果我不这么说，又怎么凸显名酒白皙的珍贵？况且，就算我不卖白皙，以后我也能卖红皙、黑皙，甚至绿皙。这么说，你的酒有很多，这点就不劳晨曦姐姐操心了。姐姐只需要知道，合作之后会得到不同的名酒，并且风月楼收益会远远超过现在。对了，晨曦姐姐，名酒白皙的利润，长公主占5成，宰相占1成，你猜剩下3成在谁手里？不妨大胆猜。或许咱们当今陛下也有份额，也说不定。10万两。沈弟弟，一张酒方，你敢开10万两？不是酒方，那你卖什么？独家售卖权。说清楚。从今往后，我手里所有名酒，风月楼优先拿货。你，是我在大京的总经销商。总经销商？简单说，别人想卖白皙，找我没用，只能找你。你是1级，他们是2级。那我凭什么赚？2级酒楼想卖白皙，先交5万两售卖权，这钱你我5分。还能这么卖？老秦这是把没影的酒也卖出去了。只有白皙？1个月内10款名酒，以后还会有新酒。你能卖全部，他们只能卖7成。他们从你这里拿货，你可以加3成，但他们对外加价不得乱，市场不能乱，大家都有得赚，生意才能长久。若有人偷了配方呢？长公主注资，便是皇家注资，没有授权，谁敢冒充？晨曦姐姐，你只要找4家想卖白皙的酒楼，10万两就回来了。这还没算风月楼多出来的人流，客人想喝白皙，只能来你这里。这套法子你从哪儿学来的？天生的。10万两，我要看白皙今晚。那就祝晨曦姐姐我签，早日坐着收钱。也祝秦弟弟别让我赔了本。沈弟弟还有事？小事？你这张嘴刚赚我10万两，还有什么小事？风月楼人多，消息传得快，帮我散出去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就说长公主正在自卖珍宝，为北方将士筹集过冬物资。老钱，你这是……赚钱只是第一步。沈弟弟，你这酒局原来不是只为赚钱。姐姐现在才看出来。雪姑娘，再来1壶白皙。我也要，刚才那1壶不够分。300两就300两，明晚未必喝得着。让！姐，又卖出去了。姐，又卖出去了。多少？刚才又出去26壶，还有客人要复购。复购？是，喝过的还要喝。1夜还没过，就开始回头买了，而像在黑暗中终于看见一扇能推开的门。70多壶，比我想的少了点儿。少？老秦，你管这叫少？我原本想看3天，现在不用了。10万两，独家售卖权，我买了。真给了？一张嘴10万两？晨曦姐姐会做生意。我不是信你，我是信楼下那群掏银子的人。都一样。沈弟弟，别让我亏。亏不了，白皙只是开始。一夜不归，还累成这样。
下，秦公子还让奴婢传话，说要找地方建酒房。叫醒我之前，先看盒子，你倒是会留后手。12万两！秦昊，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听说了吗？风月楼出了一款仙酒，300两一壶，抢钱吧！可那酒配的是西尊空，能让满楼才子闭嘴的酒，岂会普通？我要见雪姑娘，我不见人，我只要白皙。诸位稍安，稍安。秦昊，你还真说中了。今晚茶为入场费10两，10两，其中5两赔给清风姑娘。诸位伤了清风姑娘的心，给算我赔罪。快点，雪姑娘什么时候出来？500人想见雪姑娘，雪姑娘才出场。姐，满了，500人齐了。秦雪儿，你们说是来看雪儿，可雪儿知道，你们心里念的是白皙。雪姑娘，白皙卖不卖？来者是客，既然雪儿出来了，今晚风月楼自当供应白皙。这酒真配得上西尊空。慢些，酒不多了。怎么会这么快？你可算来了，下面已经卖出100多壶，再不补酒，今晚银子就飞了。比我预想的快，不卖了。你说什么？告诉所有人，白皙本就不多，今晚只剩最后10。现在正是卖的最好的时候，所以才不能卖。美酒若人人都能喝到，就不叫名酒，越抢不到，越想喝越值钱。那还要放什么消息？2天后，风月楼上新酒，名酒，英雄血，只有英雄才能喝。你是要让他们等不及？不是等不及，是睡不着。白皙限量，只剩最后10壶。什么？只剩10壶？2日后，风月楼上新酒，英雄血，英雄能喝，好大的口气！滚滚长江东逝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，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短短几句，竟有千古兴亡之气。好一个浪花淘尽英雄！名酒，英雄血，饮一壶不倒者，方称英雄。活下来！3口他都撑不住，真的假的？英雄血成了，不是酒成了，是人心成了。姐，2家青楼，4家酒楼都交了付蒙费，6家，1家5万两，6家30万两。按约15万两归我，加上你之前那12万两，还有这些日子的酒钱，30万！老秦，足足30万两！30万呀！我爹见了都得喊一声祖宗。你爹听见，先把你腿打断。银子够了，可酒也藏不住了。你担心世家？这么大的利，谁不眼红？送酒的人出来了。你认识他？郑国公的孙子马迎泽，上次就是他跟秦昊一起打我。他给风月楼送酒，这么说，白皙和英雄血可能都跟秦昊有关。秦昊啊，秦昊，你终于让我抓到尾巴了！如此大批量酿酒，我就知道，什么酒仙人，不过是秦昊自己酿酒。证据越多，秦昊死得越干净。走，那就是杀头的大罪。今晚我要亲手送他上断头台。老秦，这批送完，明日还能再赚一笔。不止一笔，是很多笔。别高兴太早。钱越多，盯着的人越多。秦公子，殿下说酒坊这边让您千万小心。小玉，记住我昨晚交代你的事。一旦出事，立刻去找李清瑶，锦囊给他。秦昊，这次看你往哪儿跑！这么多酒，私自酿酒，证据确凿。秦开之，你敢闯这里，郑国公的孙子也保不了他。大京禁酒令在上，私自大批量酿酒，杀头大罪。秦开智，
你跟踪我，是又如何？秦昊，你不是会写诗吗？你现在写一首给自己送葬啊！来人，封九方，人证物证一个都不许少。去，拦住他！你敢！老七，现在怎么办？砸！砸什么？酒缸，使劲砸！你疯了！这都是银子！好啊，毁灭罪证！继续。拦住他！他越砸罪越重！老秦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让他高兴一会儿。秦昊，你完了，谁都救不了你！殿下，秦公子酒腹出事了。秦昊呢？秦开之带人闯进去，说秦公子私酿泥酒，要定死罪。秦公子说，若出事，把这个给殿下。备马，带兵去九父。住手！住手！殿下，有人打狗不看主人。闭嘴！秦昊私自酿酒，人证物证俱在。您贵为公主，也不能徇私吧？禁酒令是陛下钦定，此案谁包庇，谁就是违抗圣意。殿下，此事牵涉禁酒令，还请殿下避嫌。来人，秦昊、马迎邹、赵光年、秦开智、张仪，全部押入大牢。什么？我也押？你私闯酒坊，带人伤人，本宫没当场砍你，以示给开阳伯府脸。既如此，怕便去请陛下圣裁。老夫倒要看看，谁敢在禁酒令上包庇秦昊。都老实点！能不能给我换一件？你还挑上了？我盼他晚上哭，吵我睡觉。秦昊，你还笑得出来？不然呢？哭给你看。私酿佞酒，杀头大罪，明日圣裁，你就等死吧。秦开智，你最好记住自己现在的笑。什么意思？陛下，秦昊私设酒坊，大批酿酒，禁酒令乃陛下钦定，若此罪不罚，天下商贾皆可效仿。陛下，臣虽为秦昊之父，也不敢替他求情。国法在上，私情在后。杨国公口口声声说秦昊有罪，本宫倒想问一句，秦昊何罪？私自酿酒，违反禁酒令。若那不是酒呢？抬上来。殿下莫不是要说，满酒坊的酒缸装的都不是酒？抬上来。还说不是酒，这不就是酒坛吗？殿下，拿酒坛证明不是酒，未免可笑。陛下，若这仍是酒，秦昊罪加一等。陛下，这就是酒，好烈呀！这不是酒是什么？长公主当朝包庇，证据确凿。此物气味如此凝烈，比寻常烈酒更甚。殿下，现在还说不是酒吗？父皇，此物名为酒精，却由酒中提炼而来，但它不是用来喝的。不是用来喝，那酿它作甚？救人。军中刀伤、剑伤，最怕装口溃烂。许多将士不是死在战场上，而是死在伤口恶化。殿下是说，此物能治伤口溃烂？能不能，试过便知。此伤若再恶化，恐成疮状。军中这种伤，10人里能拖死3、4个。殿下，此事关乎人命。若此物无效，秦昊罪上加罪。若有效呢？清洗创口。这气味太烈，只怕……我来。看见没有？这是在害人！闭嘴！创口干净了许多，气味虽烈，却不像毒物。记上了。继续看。若此物无效，儿臣任凭处置；若此物有效，昨夜被砸的就不是私酒，是能救命的军中神药。红肿退了，也未再溃烂。陛下，
此物虽不能立刻生肉续骨，但清方之后却能压住疮疡恶化。陛下，若军中有此物，战场伤亡至少能少1成，1成，甚至更多。听清楚了吗？陛下，秦昊造此神药，乃军中大功。赵驴年协助看守酒房，却被诬成罪犯。臣请陛下为功臣证明。臣附议。我孙儿马英泽虽顽劣，却也知道护的是军中神药。秦开智、张仪，你2人昨日砸毁多少酒缸？臣只是一律查案。一律？你们私闯酒坊，带人伤人，砸毁军中神药，还诬告秦昊、马迎泽、赵光年私酿定酒。你2人身为刑部官员，竟连军用药物与私酒都不查清，该当何罪？陛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我不知道那是谁呀！陛下，秦昊与开智乃是兄弟。你是不是忘了，秦昊已经自立门户，现在他是本宫幕府的人。秦昊是苦主，酒赋是他的，神药也是他制出的。此事先问秦昊。不能问他，他恨我，他一定会害我。想救开智，就去求秦昊，还有苏信，他也必须去。苏信，开智的命要你亲自去求秦昊。娘，救我！喊轻点儿，这里是大牢，不是开阳伯府。秦昊，你别得意，我娘一定会救我。那就看看他为了你能跪到什么地步。娘，快来救我！娘，救我！我不想死。智儿，娘来了，娘一定救你。秦昊，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智儿？求人还这么盛气凌人，不愧是你啊，杨素心。秦昊，我求你放过智儿，他毕竟是你弟弟。弟弟。昨天他喊我死罪的时候，可没想过我是他哥哥。秦昊，开智已经知错了，你如今立了大功，何必还抓着家事不放？家事，我娘的命，在你眼里也是家事。你说，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。这句话耳熟吗？什么话？当年我娘沈怀珠跪在你面前求你放过我，你也是这么跟她说的。怀竹跪过你？秦昊，你少拿死人做文章。死人？她是我娘，也是你亲手逼死的人。你当年让她怎么求你，今日你就怎么求我。娘，你快求他啊！我不想死。秦昊，你别太过分。那就让秦开奇去死。娘，不够。秦昊，当年你让他做完才肯开口，今日我也等你做完。当年你真这么对过怀竹？你现在觉得屈辱了？我娘当年比你更屈辱。现在可以了吗？可以。秦昊，你可放过我了。杨素心，我今日只是让你尝一口我娘受过的苦，我和秦家的账才刚开始算。